秦氏家族在京都可是响当当的人物啊！京都成为首都之前，秦氏家族就占据了这里的大片土地。秦和胜呢，就是当时的族群的首领。因为秦氏家族呢拥有丰富且成熟的农耕技术啊，因此被视为最早技术移民的日本群体。在秦朝灭亡之后，秦氏家族的后代呢，首先就在朝鲜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跟大家聊一聊京都的广隆寺。在公元前200年。秦朝灭亡之后，秦始皇的后裔呢迁徙到了朝鲜半岛，并在朝鲜半岛盘踞了约有300-400年的时间。在这期间呢，朝鲜半岛也是战事不断，政局呢非常的不稳定。根据日本书记的记载呢，在公元的3到4世纪，秦氏家族的首领叫宫越军，他呢带领着12000人的部落跨海迁徙到了日本。最初定居的地点呢在日本的九州。随着秦氏部落的势力逐渐的扩张，他们开始向东迁徙，最终呢，在京都的太清地区扎根繁衍。这一座被称为京都最古老的寺院广隆寺呢，就是秦氏家族所建立的寺院，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。今天呢，我就带大家来看一看这座京都最古老的寺院广隆寺。广隆寺呢有很多的别称，比如丰冈寺、秦宫寺、太清寺等。由于它的位置是位于京都的太清地区，所以呢也被称为太清广隆寺。这座寺庙呢是渡来人秦氏的家族寺院。广隆寺啊，早在奈良时代平安京迁都之前就已经存在。寺庙建立之初呢，主尊供奉的是弥勒菩萨，因此广隆寺收藏有国宝级的弥勒菩萨半家像而闻名。同时呢，这里也是供奉圣德太子的寺庙，崇敬他的精神与教义。广隆寺的布局啊，就像传统的京都厅甲，南北细长，虽然不奢华，但呢也不单调。在漫长的历史中，这里经历了岁月的洗礼，多次荒废，也经历了多次的辉煌。虽然殿堂几经重建，但依旧保留了古老的气息。走在寺院的石板路上，你会感觉到十分的轻松。这里呢，并没有传统寺院的那种严肃的气氛，随处可以找到休息的场所。只不过呢，越往寺庙的深处走，环境呢就显得越精致，管理呢也相对严格。特别是到了心灵宝殿，如果您来这里参观，相信你会感受到这种气氛的变化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探讨一下广隆寺的伽蓝布局。与奈良时代寺院那种整齐划一的规划相比，广隆寺的布局呢就显得相对简单而且自由。各个建筑呢分布在参道的两侧，周围环绕着树木，形成了独特的景观。我们从电车站出来，广隆寺的人王门首先就映入了眼帘。这座楼门呢建于1702年，位于狭窄的街道旁，格外的引人注目。楼门中耸立的2座威严的金刚力士像，给人以震撼的视觉冲击。我们穿过大门，就进入了广隆寺的寺院境内。我们首先看到的呢是左手边的建筑药师堂。药师堂最早建于平安时期，之后呢又经历了多次重建。建筑本身是一座单层木结构的传统建筑，其外观呢非常的朴素。内部供奉了平安时代前期的木质药师如来立像。这座药师如来像呢高约100公分左右，非常的古老。虽然被称为药师如来，但却有着天部神像吉祥天女神的外表。这尊佛像呢最初被认为是一尊神像，这种神像融合了如来、菩萨和天部佛像的特点，使其呈现出药师如来的形象，但同时又具备菩萨的特征，例如穿着条帛和天衣。据说这尊药师如来像最初是作为神佛合系的神像来制造的。从奈良时代的中期开始，人们逐渐地将无形的神塑造成有形的神像。在早期的神像形式中，神像的外表有僧形、天部形和菩萨形。这尊药师如来像呢，就是早期神像形式的一个例子。在药师堂的一侧的建筑呢是能乐堂。广隆寺的能乐堂呢建于大正年间，是为了纪念圣德太子逝世1300周年而设立的能剧舞台。在建造的过程中，得到了日本传统艺术前辈的大力支持。舞台呢是从被称为日本能乐之乡的落霞和佐渡地区移建而来的。能乐堂这座建筑呢相对较新，设计呢也十分的简单。这种简单的设计呢在能剧舞台中是不常见的。建造能乐堂的时候还考虑到了有关能乐之祖秦和胜的传说，加入了相关的元素，使得它的历史背景呢更加的丰富有趣。作为广隆寺的重要文化财产，能乐堂呢每年都会举办能乐表演，吸引众多的观众来欣赏这种日本的传统艺术。
我们继续沿着参道前行，左手边呢可以看到地藏堂，堂内供奉着一尊被称为复代地藏的木质地藏菩萨坐像。这尊佛像呢高约275公分，是平安时代后期的作品。透过建筑的隔网，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尊复代地藏菩萨像。地藏菩萨的装饰相对比较简朴，表现出他成佛之前的样子。与其他菩萨常见的华丽装饰不同，地藏菩萨呢则更像是一位普通的僧人，他的形象更贴近普通的百姓，体现出地藏菩萨的慈悲为怀、无微不至的精神。在地藏堂的对面呢是讲堂，这座建筑是在1165年重建的。由于外墙涂成了红色，所以这座建筑也被称为赤堂。讲堂的正面有5个隔间，侧面呢只有4个隔间，屋顶是斜坡式，覆盖了传统的瓦片。讲堂呢是属于京都市内少有的平安时代的建筑遗迹之一。它有一个特点呢，就是堂内没有天花板，可以直接看到屋顶的结构。在讲堂内殿中央安置着阿弥陀如来坐像，在坐像的右边呢是地藏菩萨坐像，左边呢是虚空藏菩萨坐像。据说阿弥陀如来坐像呢是为了纪念840年去世的纯和上皇，由他的妃子永元元姬发愿所建立的。我们首先看看阿弥陀三尊像中间的这一座，这尊国宝级的阿弥陀像呢高达264公分，采用精湛的移木造技法，也就是用一整块木头雕刻而成，表面呢是镀上了金箔。佛像背后闪耀着2重的光环，右脚高抬，结跏趺坐，双手庄严地结成转法轮印。佛像的眼神锐利而神秘，面颊丰满，仿佛饱含着慈悲与智慧。宽阔的肩膀与沉稳的姿态，这尊佛像展现出平安前期的佛像特有的力量感和庄严的气度。右边的这尊菩萨呢是地藏菩萨，高呢182公分，也是由一整块木头雕刻而成。菩萨的右手结成与愿印，象征着慈悲与愿望的实现，左手呢则托举了一颗宝珠，代表着智慧和圆满。这一姿态的雕像是手持宝珠的最古老的佛像的实力，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。在广隆寺的讲堂内，这尊地藏菩萨呢与阿弥陀一同供奉，展现出古朴而庄重的风貌。菩萨的身躯结实有力，厚重的衣物上雕刻着细腻的翻波式纹理，这种风格在平安时代前期尤为显著，体现了当时的工艺精湛和艺术的高超。仔细看衣物上的翻波式纹理呢，深刻且生动，仿佛流动的波涛，进一步加强了雕像的动感和层次感。右边的这座菩萨呢是虚空藏菩萨，这一尊虚空藏菩萨高233.3公分，也是一整块木头雕刻，也是采用了漆箔的工艺，使其表面呈现出光泽和质感。菩萨呢双手紧握着莲花，象征着智慧和纯洁。这尊雕像由广隆寺的道昌大师所雕塑，他的艺术创作融汇了深厚的宗教造诣和工艺技术。虚空藏菩萨的形象体现了菩萨的威仪和庄严，雕像的精致工艺和优雅造型展现了平安时代艺术风格的典雅和华丽。菩萨的造型高耸而稳重，精细的漆箔处理增添了雕像的层次感，使菩萨的形象显得更加神圣。咱们继续沿着参道前行，继续往前走，你会看到广隆寺内规模最大的建筑，叫上宫王院太子殿。这里呢是广隆寺的主殿，建于1730年，建筑风格呢采用了双层屋顶和桂树皮屋顶的设计，具有宫殿的风格。殿内供奉着圣德太子的立像，这呢是一尊神像，每年只有在11月22日圣德太子的忌日时才会展示。圣德太子的立像呢高148公分，据说是圣德太子33岁时送给秦氏家族首领秦和胜的。这尊神像现在穿着现任天皇赠送的特制衣服。咱们从上宫天王院太子殿向西走，就可以到达寺庙境内的尽头。这里呢是贵宫院，贵宫院呢是由中官上人在1215年重建的，里面呢也是供奉的圣德太子像。它呢是一座单层八角圆堂，它呢是模仿的法隆寺东院的梦殿八角圆堂。贵宫院的开放日期这里要注意一下，为4、5、10、11月的星期天和节假日。接下来要介绍的建筑呢是广隆寺中珍宝汇聚的地方，心灵宝殿。
心灵宝殿呢是广隆寺用来收藏和展示佛像等文化财产的设施。这座建筑呢建于1982年。心灵宝殿内收藏了许多重要的佛教文化财产，包括日本的第一号国宝弥勒菩萨半家思维像。这座佛像呢，我在上一个视频做过详细的介绍。此外呢，还有藤原时期的继木造千手观音像、镰仓时期的圣德太子16岁像，还有12神将像等。这些佛像呢，分别代表了飞鸟、天平、贞观、藤原、镰仓等各个历史时期的风格和艺术成就，数量和风格都非常的丰富。其中收藏的国宝就有20件，重要的文化财产则达到了48件。来广隆寺参观的话，心灵宝殿是不可错过的地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聊聊广隆寺的建造者和建造时间。广隆寺呢是位于京都太清这个地方，来过京都的朋友应该都不陌生，因为离岚山非常的近。太清这里呢有个非常出名的电影村叫东映太清电影村。据传呢，秦始皇的后裔秦氏族群的首领秦和胜就是在这里建立了这座广隆寺。至于广隆寺是否从建立之初就在这个地方呢，还是一个未知之谜。因为历史上寺庙经历过多次的火灾，相关的资料已经损毁，也没有了相关的记载。据传呢，大概在7世纪左右，广隆寺最初是建立在京都市北区的平野神社附近，离现在的地方的直线距离大概是3公里左右。到了平安京迁都的时候，才迁移到现在的位置。有趣的是这座寺庙的主尊在历史上不同的时期经历了多次的变化，这些变化呢，也反映了日本当时宗教信仰的演变。例如广隆寺建立之初，最初呢是以弥勒菩萨为主尊，但是在平安京迁都之后呢，就改成了药师如来为主尊。到了江户时代呢，又改成了圣德太子信仰。现今呢，广隆寺上宫王院的主尊呢，就是圣德太子像。据日本古代历史书籍《日本书纪》的记载，秦氏家族在京都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京都成为首都之前，秦氏家族就占据了这里的大片土地。秦和胜呢，就是当时的族群的首领。因为秦氏家族呢拥有丰富且成熟的农耕技术，因此被视为最早技术移民的日本群体。在秦朝灭亡之后，秦氏家族的后代呢，首先就在朝鲜半岛盘踞了差不多有300-400年，通过朝鲜半岛呢迁徙到日本九州北部的宇佐八幡神社为据点，并开始向东扩展，最后到达了京都。当时的首都呢还在奈良。秦氏的到来呢，不但带来了数万的人口，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当时日本极度缺乏的农业技术和人才，比如像土木、养蚕、织布、酿酒等这些技术，都是当时日本匮乏的技术。秦氏呢以京都为中心，他们在人力和物力上大力的支持当时的大和朝廷，并且在平安京迁都的时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秦和胜呢是当时的皇子圣德太子身边的一个智囊，同时呢也是日本佛教文化的推行者。虽然圣德太子被称为是日本佛教的奠基人，但是在其身后秦和胜的功劳是不可忽略。在日本书记中记载到，广隆寺的创立呢与秦和胜和圣德太子2位历史人物都有关联。据说在公元603年，当时的皇子圣德太子珍藏了这座弥勒菩萨半家思维像，他呢一直希望找到合适的人来供养这尊佛像。最后不出所料，接受这尊佛像的人就是秦和胜，并且秦和胜呢也为了这尊佛像而建立了这座广隆寺。只不过呢，当初最初的名字呢叫丰冈寺。遗憾的是这座寺庙的建造年代呢已经不得而知了，因为在公元818年的大火导致许多古老的文献丢失，使得这座寺庙的许多信息成为了一个历史的谜团。之后呢，在1150年的大火呢又将寺院完全的烧毁。虽然每次火灾之后都能迅速的重建，但是丢失了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宝贵的文物。到现在，寺院中唯有现存的讲堂保存到了现在。这座讲堂呢，仍然保留了1165年重建以来的风格。在太清地区还有许多秦氏农耕家族相关的历史遗迹，例如像在广隆寺附近的木岛座天照大御魂神社，就是以养蚕闻名的神社。右京区的湄公大社，还有西京区的岚山的松尾大社，都是和酿酒有关。还有像广隆寺附近的大久神社，也是祭祀秦氏的神社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呢，就和大家简单聊了聊这座京都最古老的寺院广隆寺。大家要是有什么见解呢，可以给我留言，谢谢。